强嫁谢征的第5年，他的青梅大着肚子回来了。上辈子，我把他私奔之事宣扬得人尽皆知，他不堪流言，远走他乡。自此，谢征就没有再给过我一个好脸。这一世，我将人接进了家中，好生招待，然后在谢征归家前，马不停蹄离了京。从今以往，一别两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谢征本是世家公子，重伤落难时被我当作男奴买了下来。他洗净后露出一张俊美无愁的脸，将我看迷糊了。我用一个白馒头逼他同我拜了天地，又用为他请人之腿为要挟，得了京城许多女子肖想过的清白身子。我以为这便是夫妻了，却不晓得真正的夫妻该是两情相悦，当然还要婚书去官府登记，种种手续。谢征不曾告诉过我，那都是我去参加宴席被人嘲笑后才知道的。他们鄙夷地瞧着我，指指点点。他真把自己当谢夫人了，怕是连个通房都算不上，通房还能有几两月钱。我回去后同谢征闹了一场，谢征一言不发，我凶狠地扯过他的腰带，撕扯他的衣衫，折辱于他，就像他还是我的男奴时那样。只是如今他不会任我摆布，在最后关头，他推开了我，面无表情地穿上衣袍，冷冷道：赵春娘如今还能留在这里，我已仁至义尽。说罢，他扬长而去，留下我一人狼狈地跌坐在地。是啊，他早就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。其实我和谢征有过一段我以为的甜蜜日子，我与他都是头一次，整日黏糊在一起，只要手上得空便长在对方身上。虽说是男奴，但我哪舍得自己的男人受什么苦？那些农活粗活还是我做得多。回京后，我以为一切如往昔，直到一个满月的夜晚，周莹月敲响了门。她同家中马夫私奔，如今大着肚子逃了回来，无处可去。据说谢征在边塞对抗敌军时重伤，也是因周莹月私奔的消息传来，让他失魂落魄，一时着了道，然后就便宜了我。这么说来，我还要感谢周莹月，所以后来谢征又因他厌弃了我，何尝不是因果报应？私奔一事被传得沸沸扬扬，周莹月羞愤欲死，连夜走了。那是谢征头一次对我动手，他掐着我的脖子说，周莹月若是有事，我也得死。但我后来活得好好的，活到了生孩子那天。难产，我怀上孩子时还很高兴，是谢征主动的。抵死缠绵，他眼里似有一团火要把我烧尽。我以为是欲，却不知是恨。我以为他终于不气我了，可当我疼得死去活来时，却听到了他那熟悉的声音，说：莹月走时，一怀有身孕，你该吃一吃他吃过的苦，才能懂何叫感同身受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想告诉他，其实我后悔了，我不该这么恶毒，赶走周莹月，也不该这么执迷不悟，霸着他身边的位置。悔意盈满心间，我甚至后悔怀上这个孩子。当下，我便什么力气都使不出来了。产婆说，孩子出不来，要在我肚子里憋死了。若要救孩子，就要剖开我的肚子。问谢征，保大保小？我没听清谢征的回答，但也能猜到。泪水从我的眼角滑落，划过2世，我再一次睁眼，看到了周莹月防备地看着我。你是何人？我找谢征。圆月高悬，夜风拂面，竟又回到了当年。我记得自己上辈子的回答。我扬了扬下巴道，我是谢征夫人，而今才道当时错。我本就是一无父无母的乡野女子，不属于这里。谢征也从不属于我。黄粱一梦，早该醒了。今生就让一切回到原位吧。我侧身将周莹月迎进了门，笑道：我是谢公子的丫鬟，边塞战事暂休，谢征还时常要出去剿匪。我给周莹月倒了茶水，安抚道：公子去杀山匪了，我已遣人送信给他了，他若知道姑娘回来，定会高兴的。周莹月一身素衣，神情惊惶，露出的手腕上有几道伤痕。
但也能瞧出她曾是位养尊处优的姑娘。到了这般境地，头上依旧簪着花，耳坠上戴着珍珠，唇上抹着口脂，不像我一直都是副素面朝天的模样。周莹月与谢征门当户对，我曾在谢征的书房看到过周莹月的画像。谢征是武将，不喜欢写诗作画，却亲笔画了上百幅心上人的画像。若不是我横插一脚，他们兜兜转转，应该会破镜重圆吧。我连夜嘱咐丫鬟们不要再喊我夫人了。这处院子不大，丫鬟没几个，但我没见识，以为这就是谢征的家。后来才知，那朱门金匾、白墙玉阶才是真正的谢家。谢征是将我当成外室，安置在了此处。这处是谢征名下最偏僻的别院。少时，谢征曾偷偷带着周莹月来过此处玩耍，所以周莹月瞧见里头亮着灯火，误打误撞找来了。一切似乎都是命定，唯我一人在丑陋挣扎。我想赎罪，便努力待周莹月好。她骨子里依旧是世家小姐，无需适应就坦然接受了我的伺候。我却到现在还不习惯让丫鬟帮我更衣、伺候洗澡。只是不知为何，周莹月看向我的目光始终带着敌意。丫鬟有次说漏了嘴，喊了我一声夫人。她猛然瞪向我，我不知该如何圆过去，便胡乱解释道：公子风姿俊朗，我心里头欢喜，有时趁着公子不在，同丫鬟们打闹时，让他们这般喊我。周莹月脸色稍缓，她让我去泡一壶热茶，滚烫的那种。我看着自己的手皮被烫得通红，心里头叹了口气，是我对不住她。而且说实在的，我手上都是茧子，也不怎么疼。好半晌，周莹月才松嘴让我下去。我离开时，她突然开口道：有些人生来就是贱命，不要肖想不该肖想的东西。我转头看向她道：周姑娘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命贱，但你说的对，我不会肖想谢征了。祝你和谢征终成眷属。周莹月刚想说什么，目光却看向了进门处，风尘仆仆的谢征就站在那里，不知是何时归来的。其实上辈子到后来，我已经不怎么见到谢征了。他忙于公事，也忙于找周莹月的踪迹，与我欢好，令我怀孕，只是他在寻找周莹月途中，抽空在我身上发泄的怒意，借以弥补自己痛失所爱便寻不得的痛苦。岁月无端，我看着谢征的脸，只觉陌生。幸好他眼里也没有我。他与我擦身而过，奔向周莹月，他眼神中满是惊喜与怜惜。他想问周莹月这些年如何，那马夫如何，现在为什么又回来了，可一字都问不出来。周莹月红了眼眶，亦说不出来一句话。到最后，只是谢征一遍遍说：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倒也没有太多心痛，许是早就痛麻木了，便只剩下寒凉。过了很久，谢征似乎才看到我，他皱了皱眉，看向我的目光好像在看一个不速之客。赵春娘。他看到了我被烫得通红的手，下意识朝我伸手。这是怎么弄的？我退开一步，避过了他的触碰。谢征的手顿了顿，眉头皱了起来，似乎有些讶异。周莹月紧紧盯着我，生怕我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。他想多了，便是我说了，谢征也不会信我啊。谢征将他视作珍宝，怎会理会尘埃纷扰？就像上一世，我一无所觉，将周莹月迎入家中。谢征回来后，直奔周莹月而去。我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。我赶过去时，谢征抄起茶盏砸向了我，仅差1寸就能让我头破血流。他道：赵春娘，我本以为你只是上部的台面，却没想到你心肠这么歹毒。你明知她怀有身孕，还这般苛待她。周莹月拉着他的衣袖说：他不怪我。我听不太懂，他是嫌周莹月的床榻不够软，还是觉得周莹月的吃食不够好，还是冬日里没有炭火？但我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吗？比我以前好多了。我想同谢征好好说道，可他已经走了。他抱着周莹月，将她安置去了自己另外的别院，比这里奢华多了的地方。后来就是我无尽的争吵和他明目张胆的偏爱，到最后，
有一日，我听说了那个闺中丑闻，我脑袋一热，在宴席上当众对周银月道：“你是自己没有夫君吗？整日缠着我的夫君，你的马夫君呢？”我得意洋洋地看着周银月，面色惨白。下一刻，就见谢征飞奔而来，他眼中的厌恶和杀意，让我心头的畅快顷刻烟消云散。我突然意到此处，当时谢征的面容越发清晰，与这一世的谢征重叠在一起。在他又一次想来看我手上烫伤之时，我吓得连连后退。我眼中的惊惧让谢征愣在原地，转瞬清明。这一世，我必然不会再深陷在这场无望的痴恋中。我努力抚平着自己的情绪，笑道：“不小心弄的，很快就好了，公子不必担心。”谢征蓦然瞪大了眼睛，惊疑不定地看着我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谢征约莫有些耳背：“你还在生气？那玉兔玉佩和你也不适合。”我努力回忆了一会儿，才想起谢征出差前，我们还吵了一架。我瞧上了一块玉佩，白玉雕刻的小兔子，十分可爱，但我没准备买，想想就知道我应该是买不起的。偏偏那掌柜说那是谢征定的，定然是要送给我的。过几日就是我的生辰，我误以为那是谢征为我备下的生辰礼。我吃了长寿面，笑盈盈地朝谢征伸手，却只得着了他诧异的眼神。我本来还以为他是在故意逗我玩，我和他撒娇卖乖，痴缠讨好，现在想来着实可笑。那不是给我的小兔子，是他给心里头的月亮的玉兔。他们虽然天涯两隔，但谢征每年都会为他备下生辰礼，一年不落。眼下谢征觉得我还在为此生气，我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想来周姑娘这些年过得不好，如今她好不容易回来，若是知道你有了别的女人，该何等伤心啊！”谢征眉头紧锁，愣愣地盯着我，眼神复杂。这时周银月问道：“阿征哥哥，你在和那丫鬟说什么呢？”我浅笑着等谢征开口。半晌，意料之中，谢征默认了我的身份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周银月娇笑着拉他走，谢征任由他拉着，还不忘嘘嘘护着他越来越显怀的肚子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我不由感慨了一句：谢征可真是大度，许是太过喜欢，爱屋及乌，也能爱他与旁人的孩子了。入夜，我收拾行李时，谢征来了。不是我前些日子不想走，是身上银钱不够。谢征不曾给我什么钱，我倒卖了好些别院里的东西，花了不少时日。谢征道：“多谢你这些日子照顾银月。”谢征看向我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可能是想夸我两句吧。毕竟我把朝南的大厢房让给了他，还掏出了不曾舍得盖的新被子。他身上的衣服也是我卖了谢征的衣服后找人专门做的云锦，府里的丫鬟也都围着他转。这样谢征总不觉得我苛待了他吧？我笑了笑道：“周姑娘住的舒坦便好，公子得空就多去陪陪她。”谢征面色一滞，眼中似乎有些不悦。也是，他将周银月放在心间，何须我这个外人多嘴？这里只有你我，你无需再这么叫我。我点点头，却不知该如何唤他。往日我最爱念的就是夫君两字，趴在他耳边念，躺在他怀里念，抓着他宽阔的背念，春夏念，秋冬念，想他了念，闲来无事也念，无时无刻不念。但现在再让我喊这两个字，却是比吃了苍蝇还要反胃。他身份尊贵，我直呼其名又似乎有些不妥。想来想去，我便什么都没说。偏偏谢征眸光凝在我唇瓣上，似乎在等着我及时改正。我只做不知。片刻后，谢征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知你其实心里还在同我生气，但银月如今无处可去。他说你干活麻利，向我讨你去做他的贴身丫鬟。”我眨了眨眼，问道：“你答应了？”答案显而易见。谢征安抚我道：“你放心，待他再安稳些，我就同他把你要回来。”我没有应声。谢征看出来我的不愿，嗓音冷了下来：“赵春娘，你本就出身低贱，中府里的丫鬟都比你高贵，伺候银月不算辱了你。”他话音未落，终于瞧见了我手里的包裹。这一看，
他霎时哑了声。谢铮声的高大，脚步却很轻。他来得突然，我没来得及藏起包裹，只能拼命放松下来，陪他唠唠。我心里头虚，包裹里塞着我倒卖得来的银子。谢铮脸色沉了下来。我还以为你转了性子，没想到都是装模作样。赵春娘，我且告诉你，银月就在这儿住下了，你送不走她。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转瞬明白了过来，他这是误会了。这包裹是给我自己的，不是给周银月打包的。他许是从未想过我会离开这个选项，也不怪他这么想。他恢复身份前，我便一心欢喜他；他恢复身份后，我更是患得患失，生怕他将我抛下。就这样赖在谢铮身边，谢恩以报，蹉跎了一世。还好，而今幡然悔悟，只是悟得有点过头了。我瞧着谢铮就恶心，但想来这不碍什么事。谢铮知晓了，说不定还要庆祝一番。眼下，我顺势将包裹塞进了衣柜里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公子，不，谢大人说的是，我不赶他走了。”谢铮似是被我的爽快一下砸懵了脑袋，他一双好看的凤眼死死盯着我，气息不匀。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还想如何？好在他没有多留，甩袖而去，一副不想再同我多言的样子。我松了一口气，隔着包裹摸了摸那几百两银票，心里欲贴。第二日，家中无人，门房说谢铮和周银月一大早带着一堆丫鬟出去了，说是去为周银月添置些东西。我同谢铮回京时，他可不曾这么体贴。周银月是千金大小姐，自然和我这种乡野女子不一样。第三日，谢铮和周银月外出踏青。第四日，谢铮给周银月撑腰，回了一趟周家。周家不认这个女儿，但默认谢铮为周银月改了个身份，成了她的远房表妹。谢家大为恼火，却无可奈何。第五日，这些日子谢铮早出晚归，我忙着给自己置办录引文牒，没有见到他一面。幸好他不曾给我什么名分，我如今还是孑然一身，来去自如。有时夜半从美梦中惊醒，总觉窗边有鬼怪在暗中窥视。这处别院比起谢家很小，但对我来说很大。我不去主动找谢铮，我们好像就不会再遇见。我要离开那日，周银月将我喊了去。我在落着雨的庭院里站了许久，才听到屋内传来他刚睡醒、懒洋洋的声音。秋寒料峭，他缩在垫着毛皮的榻上，屋子里的银丝木炭火烧得正旺，地上都被铺上了厚厚的毯子。1个月而已，他已比那夜登门时圆润了许多。他说：“你不必再瞒我，阿珍哥哥什么都告诉我了。你是他迫于恩情不得已留在身边的女子，你以他妻子身份自居，他却从来就没想过娶你。阿珍哥哥是君子，不忍心同你直说，这话就让我来说。他说你识相些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他不介意养你一辈子，可以让你做谢家一等的家奴。”这些话半点都没有伤到我。我自小无父无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长年以来，我只是在拼尽全力活下去。我不懂那些弯弯绕绕，也看不明白谢铮对我的嫌弃。我将买来的男奴当作家人，当作依靠，却没想过他愿不愿意。如果我前世没有赶走周银月，他应该也早就和我说这话了。若是早点明白，我是不是也就早点放手了？我更加后悔赶走周银月了。我真心诚意道：“多谢周姑娘提点，之前确实是我昏了头，居然喜欢上谢大人。周姑娘放心，我以后不喜欢了。”周银月紧紧盯着我，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，可惜我脸上没有半点失落和不甘。我离开时，瞧见他那山水屏风后，似乎有个人影，应是我看错了。入夜，我算着时辰，正要偷摸离开，谢铮却突然来了。你还在和我置气？赵春娘，我知道你心有不甘，但你我身份有别，我娶不得你。我吓了一跳，慌忙藏起包裹。往日谢铮和我闹了脾气，一般都是我去主动求和。我的气来得快，也去得快。去了以后，便只剩下对谢铮的欢喜，忙不迭去与他和好。这次我没去找他，他就以为我还在生气。我敷衍道：“好的好的，
我懂的，我明白了，你不必为难。谢征一噎，他这话我其实是不信的。我虽然没读过书，但也不是傻子。前朝有位帝王为了迎娶心爱的女子，为她改名换姓，给她找了个好家世。就像谢征为了留下周莹月，不也想尽了办法吗？谢征若真想娶我，就算再难，就算最后没成功，他也总得试一试，而不是什么都不做。但我不想和他多言，我急着走。谢征眉眼间闪过恼怒，一把将我拉到了身前。赵春娘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往日和谢征亲近时，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说不出的好闻的味道，可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周莹月身上的香膏味和一些汗味混杂在一起，令人作呕。我忍了又忍，没有忍住，干呕了一声。我用力推了谢征一把，将他推开。谢征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我礼义廉耻没怎么学过，自从和谢征有了肌肤之亲，就对他的身子十分痴迷。谢征的脸色难看，他眼神中藏着一丝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慌乱。就在这时，周莹月身边的丫鬟慌慌张张跑来：“周姑娘，周姑娘肚子疼得不行。”谢征再也顾不上我，转身就走。走前留下2句话道：“你好好冷静冷静，莹月终归是要留下的，便是你走，她也不会走。”我看着他匆匆离开的背影，心里有些纳闷。明明这辈子我从来没有表现过对周莹月的不满。算了，不想了。如今真是天时地利人和，趁着府里一团乱，都忙着去周莹月那里的时候，我从小门偷偷走了。秋风凉爽，我紧了紧身上的包裹，不由笑了起来。山高天地远，秋雨送我行。周莹月疼得厉害，谢征连夜进宫去求太医。他见到的是自己亲姐姐，如今的皇后。谢皇后听后冷哼了一声，周莹月还不如那赵春娘呢。好歹那赵春娘是个没心眼的，还满心满眼都是你。你可知周莹月为何回来？从哪回来？谢征哪有心思听这个，只求谢皇后快点给他拨太医过去。谢皇后虽气恼，但还是答应了最宠爱的弟弟。太医赶去时，周莹月已好了许多。等一切都平稳下来，已是深夜。周莹月紧闭双眸，好像做了什么噩梦。她抓着谢征的袖子，死死不松开，嘴里呢喃着：“阿征哥哥，阿征哥哥，救救我！”谢征没忍心走，他至今都不知道周莹月前几年遭遇了什么。他不忍心问，也不敢问。那马夫定然是个负心的。他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不像赵春娘那般皮糙肉厚。她一个女子流落在外，何其让人揪心。谢征就这么陪着周莹月，陪到了第2日清晨。谢征走出了周莹月的卧房，看到了等候在外头的丫鬟。那本来是待在赵春娘身边的，但赵春娘用不惯，周莹月来后就都到了周莹月院子里。谢征冷不丁开口问了句：“她睡了吗？”丫鬟愣了愣，没懂他在问什么废话，她不是刚从周姑娘房里走出来吗？另一个机灵一点的丫鬟马上反应了过来。谢征问的是赵春娘。夫人，不，她屋子里没火，应该早就睡了。丫鬟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赵春娘。谢征瞧着庭院里的雨，一时出了神。昨日赵春娘就在这里站了3个时辰。莹月脾气不好，气他瞒着她将赵春娘放在身边，还有了首尾。他说若他当年没有年少无知，离开京城，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？他说这话时噙着眼泪，好不可怜。谢征心里软成了一滩水。既然他想出气，就让他出气吧。左右赵春娘也挨得住。他记得他刚被赵春娘买回去那会儿，赵春娘求到了给他治伤的药方，却买不起药。他爬上山自己去采，突逢暴雨，山体塌陷，他被冲下了山崖。他这都没死，不过是3个时辰的秋雨，想来也不碍事。谢征就在周莹月的屋子里，听着窗外雨声，与赵春娘一门之隔。周莹月笑盈盈地倚靠在他身边，同他说着又是去世。他有些听进去了，有些没听进去。见他走神，周莹月有些嗔怪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我也不是真的想做什么。赵春娘毕竟对你有恩，我不是这么不讲理的人。”
我知道阿珍哥哥讨厌他不知好歹，但又不好意思赶他。但要我说，我是女子，比你更清楚女子的心思，他未必不懂，只是为了攀上高枝，装作不懂罢了。不信，你等我试试他。他让赵春娘进来，谢征走进了屏风后，这么一试，只得了赵春娘一句：“我以后不喜欢了。”不喜欢他了吗？谢征有些不信，可没由来的心慌。赵春娘走后，周银月愤愤道：“阿珍哥哥，你可不要被他骗了，他真是好心机，在和你欲擒故纵呢。”谢征理应讨厌赵春娘这些小心思，可他偏偏听到欲擒故纵这解释后，心里隐秘的有些高兴。原来他在欲擒故纵啊！谢征和周银月用了晚膳，周银月吃饭时慢条斯理，就算流落在外5年之久，也没有改变他的教养，不像赵春娘吃起饭来狼吞虎咽，生怕吃不到一样。但这样的赵春娘又会为了给谢征留吃的，故意说自己已经吃饱了。她很不会骗人。谢征听到了她的肚子在叫，谢征想到此处，筷子落到了地上。这样的赵春娘会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？他匆匆站起来，直奔赵春娘的院子。周银月在他身后喊了他2声，他都没听见，他自然也没看见。周银月气恼地摔了碗，灯影绰绰，映照出赵春娘那熟悉的影子。他好像又在给周银月收拾包裹。他都说了，周银月不会走的。谢征推门而入，赵春娘面露惊慌。谢征决定好好和他说清楚，让他不要再闹脾气了，也别学什么欲擒故纵了。没想到周银月突然肚子疼，他只得先赶去周银月那里。等再得空，已是第2日了。谢征没有再问丫鬟话，决定自己去看一看赵春娘。赵春娘的屋子很偏，偏到旁边就是个常年不开的别院后门。周银月一来，赵春娘就把自己的大屋子让了出去。谢征回来得知此事时，还觉得他懂事，可现在再回忆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他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出了哪里不对。初回京城，他没把赵春娘带回谢家，而是带着她来了这处在城郊的别院。他怎么可能把人带回谢家？他不可能娶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。赵春娘这样的身份，做妾也是不行的。可赵春娘真的蠢，以为这小小的别院就是她的家。她搬进那大屋子的时候，高兴得像什么似的。她说她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间，她要住一辈子。她说这话时还偷偷瞧了谢征一眼，见谢征没有反对，点了头，她更高兴了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谢征只把这里当成一个歇脚的地方，谢家才是谢征的家。只是不知怎么的，1年复1年，谢征在这歇脚的地方待得越来越久。每次剿匪回来，先来的就是这里。大概是因为这里在城郊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去谢家要先路过这里。谢征是这么对自己说的。京城人人都知道赵春娘不过是谢征的外室，偏偏他自己不知道。出入宴席，别人也只当他如同一只猴子，偏偏他过了很久很久才意识到有些不对。毕竟他有娘生没娘教，若不是左邻右舍有时看不下去，教他点世俗道义，若不是他买回了谢征，他同山里的受累也没太大区别。可这样喜欢那大屋子的赵春娘，怎么舍得周银月一来就把屋子让给了他呢？谢征的脚步越走越快，这别院明明那么小，他却觉得走向赵春娘小屋子的路很长很长，长到他不得不跑起来。终于，他跑到了小屋前，四周都是静悄悄的，一场秋雨刚停，屋檐还滴着水。谢征猛然推开了门，赵春娘还在床上。谢征松了一口气，提起的心脏落回了原处。怎么还不起？是不是昨夜没睡好？谢征说着走了过去，床上人不应，只顾埋在被子底下。谢征愣了愣，3步并作2步走到床前，他一把掀开了被子，里面只有2个枕头撑起了被子的轮廓。谢征走出了屋子，瞧见了那扇窄窄的后门，俨然是开着的。秋风一吹，吱呀吱呀。谢征盯着那扇门，好半天没有回过神。谢征派人去找赵春娘的时候，周银月闻讯而来。
原来谢征把给他捏脚的丫鬟都派了出去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道：快去找找吧，赵姑娘在你身边待了那么久，自然不高兴我这样突然出现。是啊，她就是把赵春娘留在身边太久了，让她尾巴翘到了天上。阿珍哥哥不用担心，赵姑娘比我厉害，这样赌气跑出去，想来能照顾好自己。谢征心下稍安，赵春娘遇到他之前就是一个人，还不是能过下去。等他气消了，想通了，定然会回来。他哪舍得谢家的荣华富贵？他就算舍得，也舍不得他。走时，周银月差点摔倒了下来，露出了水肿的脚踝。谢征没有多犹豫，就把派出去的人喊了回来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银月和他的孩子，生产的日子就快临近。边塞却又传来敌国蠢蠢欲动的消息。谢征几次被半夜宣进宫，他无暇再去管赵春娘。按照赵春娘的性子，不出3日，他应该就会回来了。谢征是这般想的，却不知昔日缠着他的女子早就奔向了广阔天地，只盼锦书休寄，与君长绝。我没有回本来的小山村，而是去了边塞。我想去找找我的爹娘。村里的阿婆说，我是被一个缺胳膊少腿的男人抱来的。他说我是他战友的孩子。我娘随军去了边塞，听到我爹战死的消息，也死了。他带着我来找亲人，只可惜他没撑多久就抛下了我，撒手人寰，只给我留了个名赵春娘，期待着春日早点来，战事早点休。这里的坟太多，我没找到哪个是爹娘的。我支了个摊子，慢慢找。就这样，我在边陲小镇安了家，摊子卖面卖馄饨，有时还帮人补衣服，不怎么赚钱。我把带来的那几百两银子都藏了起来。我这人没过过太好的日子，所以也不怕穷。直到年末，休了许久的战事又起，粮草却没来。听闻原本要来的大将军走到一半换了人，所以事情都耽搁了。新将军还没来，守着边塞的军队连连败退。我咬牙拿出了1半银子，连夜丢在了军营门口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也想尽一尽绵薄之力。本就是轻易得来之物，丢时倒也不怎么心疼。新将军姓魏，这里离京10几日的路程，他跑死了3匹马，先行独自一人来了。有了首领坐镇，很快就稳住了军心。我听到在我摊上吃面的客人说，魏将军年方17，却不输曾经的谢将军。这谢将军指的就是谢征吧？有人嚷嚷道，我觉着这位将军比谢将军更好。有人不服道，谢将军也是保家卫国的将军，不该这般说话。那人意味深长道，你是不知道，原本要来的就是谢将军，他又为什么没来？为什么？我支起耳朵听。我不喜欢谢征，但我喜欢听八卦。一堆人和我一样好奇，催促着那人快说。那人道，他的亲戚的亲戚兜转了一大圈，在谢将军一处别院里当丫鬟。别院里住着一个女子，是谢将军放在心尖上的人。据说2人还曾有过婚约，但不想谢将军来打仗时，他的未婚妻跟着家中马夫跑了。那又如何？好多人听不明白。那人也不再藏着掖着，道：那马夫可不是马夫，是敌国的一位皇子假扮的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皇子勾引谢将军未婚妻，就是为了乱他军心。这事成了。谢将军被打成重伤，失踪2年才回来。魏将军的父亲一把年纪重新上了战场，稳定了战况，将敌军打退。敌国安分了几年，又想出了一招，把谢将军的未婚妻又送了回来当探子。有人义愤填膺道，这娘们怎能帮着那帮人做事？还能怎么？谢将军的未婚妻这2年过得滋润，对那皇子死心塌地，还为那皇子诞下了个儿子，回来时肚子里还揣着一个。谢将军走到一半，陛下将事情调查清楚了，连夜捉拿了正要离开的谢将军未婚妻。他招供时说，他若是能带回情报，那皇子定会封他做正妃，再也不理会别的妾室了。当真糊涂啊！这就是谢征又被喊了回去的原因。我恍然大悟，又不由唏嘘。他若是没被喊回去，说不准我还要再见到他。
还好，还好。我听完了，正准备继续下面，却听那人又开始说谢征别院里的八卦，还提到了我，说谢征原本走前还一直在找一个女子，说那女子是他的夫人，他还想用官府的力量找，奈何他根本不曾与那女子成亲，官府想帮他又走不了程序，只能让他自己找。说八卦的人满脸鄙夷，那谢将军为了那女间谍赶走了自己的夫人，那女间谍一来，家里什么都紧着他夫人无名无分，后来连住的屋子、吃的东西都让出去了，他夫人还曾救过他的命。众人一片哗然。最后有人总结感叹道：家宅不宁，后院里的事都管不好，谢将军确实不适合来打仗了，还是魏将军厉害些。我听完八卦，心满意足，却在收摊后看到一位气势凛然的少年郎站到了我面前。我姓魏，名定北，他生得比谢征还要好看些，年岁也比谢征小了很多，但身上的气势不输谢征，瞧得出来是个勇猛的武将。他开口唤我赵姑娘，我这才回神，吓得后退了一步。沾过血的和没沾过血的人终究是不一样的。魏定北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道：是我吓到你了吗？我是来和你道谢的。邵岗的人看到你半夜扔了银子，把这事告诉了我，我想着你既然是半夜去的，定然不想被人发现，所以就只有我一个人来。说着，他提起了手里已经剥了皮的野兔和山鸡，就要塞给我。我连忙摆手，不用不用。客套了2下，东西还是到了我手里。他走时朝我挥了挥手，道：赵姑娘若是有难事，就来找我，如果有什么想要的，也可来找我。我没什么想要的，只想要快点打完仗，大家都平平安安的，世上少一点赵春娘。可能是我出生至今，老天从来没有实现过我的愿望吧。这个愿望居然实现了。半年后，战事停歇，魏定北大胜归来，军营里一片喜气洋洋，他们彻夜庆祝，载歌载舞，大口喝酒。这个边陲小镇上洋溢着快乐的气息，晚上大家纷纷摆起了摊子，我的小摊子也摆到了月上梢头。魏定北来到我摊子前，讨了一碗馄饨面。他已经算是我的老熟人了，这半年来，他每次打完回来，都要来我摊子上吃上一碗，我给他盛得满满的，他也总是出2碗的钱。此刻，他眼眸亮晶晶地看着我道：赵姑娘，我要回京了，这段日子多谢你照顾。我高兴地应道：该是我们谢谢你。烛火摇曳，突然有人出现在了我和魏定北中间。赵春娘，大半年不见的谢征就这么站在了我面前。你让我找得好苦。谢征瘦了许多，又因夜色太黑，我打量了他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魏定北已经放下了碗，挡在了我身前。谢征看向魏定北的眼神十分冰冷，他对我道：你还在同我置气吗？为何还不回来？我没想到谢征会来寻我，我自觉我对他应该不怎么重要，皆是我一厢情愿，一头热。他此刻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心里没有半点触动和欢喜，只觉得摸不着头脑。我同他解释道：我没有在生气。谢征有些疑惑，有些不信，但也似乎松了口气。但紧接着我下一句道：我也没准备再回去了。谢征的脸一下沉了下来，他紧紧盯着我，似乎不信这是我说出的话。他道：你若是不喜欢营月，他已经不在府里了，你和我回去，那间大屋子还是给你住。我摇摇头道：我还是喜欢住自己的小屋子。谢征见我毫不为所动，面上有些慌张，但依旧不依不饶。你如果想要更大的屋子，我还有。我不想理会他，继续开始收拾摊子。他伸手来抓我，却被魏定北拦住。2人应是认识的。谢征瞪着他道：魏小将军，这是我的家事。魏定北挑了挑眉说：这也是我的家事。谢征面色紧绷，2人不知怎么的，就突然动起了手。我抱着我摊子上值钱的碗筷，连忙躲去了安全的地方。那日之后，谢征来一次，魏定北就要和他打一次。幸好现在没什么事了，魏定北也不忙了，整日就来我的摊子上守株待谢征。有一次谢征来时，
我摊子上都是人。突然有人似乎认出了谢征，指着谢征道：“那不是谢将军吗？谢将军眼巴巴来找赵姑娘，赵姑娘不会就是他那个被他赶走的夫人吧？”众人恍然大悟，都是熟客，他们纷纷为我打抱不平。当初把人赶走了，现在又想来吃回头草，真是不知羞。人家姑娘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把人当外事不算，还要让她被你那间谍心上人欺负，怎么有这种男人啊？现在居然还厚着脸皮来让人家姑娘跟你回去。要我说，不如多拿些银子给赵姑娘，就当是补偿了。赵姑娘是傻，才会和他回去。众人七嘴八舌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说的谢征脸色煞白。可出人意料，谢征还是没走，甚至他还坐了下来，点了一碗面。我故意给了他一碗没煮熟的，他眼睛眨也不眨就吃了下去，还吃得精光。那些调侃指责的话，他只当没听到，只顾着看我。他不挑事，魏定北也不好动手。但魏定北是知道怎么惹谢征生气的，故意来帮我一起揉面，下面包馄饨。他挨得我很近，显得十分亲密。谢征拳头握紧了。我说：“你若是毁了我的摊子，我会更烦你的。”谢征的拳头又松开了，无措地看着我，好像十分委屈一样。入夜，我推着推车回去，谢征跟在我身后。我让魏定北回去了，我自己能处理这事。我打开门，让谢征进来。谢征眼睛一亮，正要抬腿，却在我说我们谈谈后停住了脚步。他似乎知道我要和他谈什么，就像临行前的最后一顿饭。他不想吃，但不是不吃就能逃开的。他终是走了进来。我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如今是什么打算，你肯定已经知道了。我肯定是不会和你走的，你如果非要带我走，我就去告官。”我说的直白，谢征面色颓然。他苦笑了一声道：“赵春娘，我可以娶你的。我其实早就打算好了，等你怀上我们的孩子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娶你过门。”这话有几分道理，我差点信了。我后来仔细想过上辈子的事情，明明大家都知道周银月的秘密，偏偏在我说后才传得大街小巷人尽皆知的模样。告诉我这个秘密的人，似乎也是故意凑到我面前说的。我想，背后少不了谢家的做局。他们瞧不上我，却更瞧不上怀着别人孩子的周银月。一石二鸟，用我逼走周银月，再用周银月让谢征厌弃了我。上辈子说来也奇怪，谢征虽然厌弃了我，却始终没有赶我走，甚至他一直没有松口娶妻，就这样和我不明不白地纠缠了10多年。我信谢征也许真的能娶我，可我已经不稀罕了啊。谢征的目光在我脸上一寸一寸地逡巡着，试图看出点高兴的痕迹，可惜一无所获。他眼里的光逐渐熄灭。我送他走前，他说：“赵春娘，我还能来看你吧？”我不想他来。我对他老实道：“其实看到你，我有点恶心。”谢征脸色从来没有这么精彩过，又白又青的，抓着茶碗的手也抖得厉害。他走时脚步踉跄。几日后，魏定北也要回京复命了。走前，我把自己做的护膝塞给了他，道：“我是真心把你当弟弟的。”魏定北怔了怔，眼神里闪过失落，但依旧朝我扬起了一个笑脸。多谢赵姐姐了。没过多久，我没料到谢征又出现了。他说他已被陛下厌弃，正好自请来驻守边塞，是对边塞将士的赎罪，也是对我的赎罪。这样他往后也能常常来看我。我有些哑然，没好意思告诉他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爹娘的坟，准备将他们带回老家了。我走那天，自然没有和他告别。他不必向我赎罪，前世一场大梦，情爱之事，我已不想论对错。今生我拿了他那么多银子，也不想再恨他，白白占了我的心神。世间无别离，过往种种皆如梦，而今梦醒，我欲归去，踏遍山川。全文完。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